好，请家今天来逛逛日本的 IKEA 啦！又到了一年最热的夏天，不想出门就来好好改造生活环境。这次来 IKEA 挑选热卖好物跟新品以外呢，还要来改造家里的工作区兼卧室，看看这些东西到底好不好用，值不值得购买呢？而且这次 IKEA 的商品很多台湾都买得到咯，以及大家一直敲碗的必买好物也会一起介绍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来逛逛这次主要的东京新宿店。日本总共有14间 IKEA， 最大间的位于埼玉县。这是第一次来新宿店，虽然展示区坪数比较小，没有之前常常逛的涩谷店7层楼大，但是如果只是要买几个小东西，会推荐来新宿店。然后他们的特价区居然放在1楼门口，这次买的东西有一半比较重，已经先叫货寄到家里。尴尬的是，在这里看到已经买完寄到家的台灯，价差了3600日元。这盏台灯的购买人坚强地表示，他喜欢用新的，没有关系。首先来逛逛新品 ，IKEA 80周年帮好多热卖款出了复古缤纷色系，或是这种改版到好精致，一直想要拥有的商品，比较有质感的聚会，或者是一般露营可以使用。那露营系列在1楼还有这区，像是正在特价摔不破的塑胶材质水壶罐，更常常在日本公园看到简易的小帐篷，像这样就可以在公园晒小孩一整个下午。这次是来现场确认商品，想看看实用性再购买。像是这个超可爱的密封夹，说是比较需要实力，虽然非常可爱想要，但是信奖可能不太能打开，所以还是买了一般基本款，但是是特殊新色，价格划算，很可爱，回去再开箱。另外来逛逛厨房区好物跟新品。之前在百元商店也很红的旋转盘，放在收纳柜子后面区域的瓶瓶罐罐不好拿取，用这个超有质感的旋转盘就能旋转来前方拿取，它的滑轨很顺很稳，想要买一个回来试试。接下来这个新品也太可爱了吧，下面是软矽胶好拿取的制冰盒，台湾也有贩售，有附盖子，2盒一组，台币150元，但它不耐温热，所以只能冰常温的东西哦。其实本来是要来更换家里被弄脏的垃圾桶，但是想要的那款都缺货，先买一个这个万用的回家测试，然后原本想要的那一款还是设定了货到通知再来购买。还有家里最多的收纳盒，目前还没有买过 IKEA 款，这款镜面很漂亮，但是长灰尘好像会比较明显。这次新款的雾面半透明蓝灰色收纳盒超级可爱，长得很像冰淇淋的盒子，总共有5个尺寸可以选择，不使用的时候还可以堆叠收纳，价钱也很划算。这次主要的重点是桌子跟台灯，各个品牌比来比去，还是最喜欢 IKEA 的设计，而且它的价格也最划算。其中最想购买却没有地方放的是观赏用木椅，低的很适合拿来放植物跟一些展示品，但是高的跟低的只差了200日元，这样的价差到底是要买高的还是低的呢？这次爸爸居然主动推荐我买这面镜子，家里也是用 IKEA 的镜子化妆，但是已经折旧了。这款很喜欢，很美，后面还做能用挂钩吊起来，很漂亮，但是半身镜有点大，他是不是觉得我的脸有一点大？终于让我等到的万用3C 架，单价不算便宜，也来试试看它的角度使用感。然后是来确认桌子，现场看看它们3款的质感如何。这款可以放在床上、沙发上的桌子有3个版本，桌子比较简易的版本跟黑白塑胶的可以参考。那这次忍了1年，终于看到喜欢的2盏工作灯， IKEA 的灯都很美，像是这款，辛巴说他常常在影片里面看到。辛巴原本失心疯想买的灯，这里没有展示。然后是花瓶，也挑选了一款便宜又可以2用的款式。还有天气越来越热， IKEA 也跟进出了凉感系列的床罩棉被，新家目前有在测试别款，之后有机会会再介绍。还有很多品牌都有出，辛巴在考虑的衣柜内要挂式袋子，放在衣柜里面拿来放折好的衣服 T 恤，好像非常方便，但是长度偏长，还要考虑柜子的移动跟调整。
IKEA 从之前改成半自助结账，最近还提倡不用排队下载 APP 就可以自己刷卡结账咯。等等介绍这次带的秒收包，买太少有点大，回去再推荐给大家。原本要在这里用餐，人太多没办法，只好快快回家开箱。当天外面有37度的高温，冷的中暑。东西买回家就要先归位整理。这次超多人敲碗的秒收包出了新色啊，只需要一拉对折再卷，扣上就超级整齐的秒收包。秒收包解决了塑胶袋不能肩背、看得到内容物、容易变形也不耐重等等的问题。它的 L 尺寸，耐重15公斤，最适合去大卖场、超市使用。满满一大篮的重物装完，抽绳拉紧，扣上扣子就完成。把它背得超级满，男生背起来的尺寸感，奇怪的女生背起来尺寸感长这样。这次除了新款的秒收袋，是新配件水滴款秒收包，它一点购物袋的感觉都没有。另外还有素面的款式，水滴款的折叠方法稍微不一样，一拉完对折再对折，绑上松紧绳，变成掌心大正方形，是不是简单又快速呢？而且它很耐脏，偶尔清洗的时候也很简单。打开扣子或是绑绳，对折加上洗衣袋机洗，像这样不打开吊挂晒也非常快干。线上平台最便宜团购价，错过超可惜的好物，送礼自用2相宜，快下方描述栏连结参考哦。这次买的东西偏重，第一次使用 IKEA 的寄送服务，我们从改造的顺序开始开箱。从原本比较难分开的卧室兼工作区断舍离，还加了一些实用家具，让工作效率提升。第一个是新妈物色犹豫超久的台灯，直到 IKEA 的基本款桌灯出了新色，决定就是它了。在 IKEA 未来要更换灯泡，款式很多，非常方便。这款灯的 CP 值真的很高，可以大幅的变换角度。想要锁紧固定角度，只需要用硬币转一转即可。在这个区域加班，方便又自在。房间因为尺寸放置关系，跟原本的规划有点出入。沙发小桌子也是犹豫了很久才选到这款。一开始觉得它很像小学生的书桌，又不便宜。平常我们规划它是沙发边桌，但是它有许多隐藏功能。它的功能一有可以拆装旋转的杯架，和 IKEA 的玻璃杯尺寸吻合，不使用的时候可以简单把桌子垂直收起来以外。功能二，它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角度调整倾斜度，因为它是铁的材质，可以让平板吸在上面使用。有拿平板绘图的话，这个角度桌画画非常方便。最后是它的桌子高度，有3段式可以调整，脚比较长或者需要高一点的话呢，简单调整就可以使用。下一个是新爸新妈抢着使用的万用3C 架，大家家里是不是有手机架、电脑架、平板的架子呢？这次只需要一个架子就能搞定。那架子组好长这样，可以依照个人的习惯调整，依照眼睛平视调整适合的高度。倾斜角度呢，也可以在90度里适度的调整。一直在犹豫要买头戴式耳机，刚好这个架子上有附挂钩，以后就可以买来放这里啦。除了放置手机，追剧的时候也非常适合放上平板。然后是看到有人分享放笔电，试用了几次，新妈觉得它的耐重度不够，不是那么建议，不然就是要把它的这边锁到很紧，才不会有滑动的风险。又或是拿来当煮饭看食谱的书架，这样架在上面，书就不会有脏掉的风险咯。然后是意外超好用的便宜收纳桶，有2种款式，另外一款上面有架子，下面有出水孔。这边一起推荐超有质感的门板垃圾桶，门的厚度要在2.2公分以内，长度要在13.5公分以上才能安装。它的开盖向外设计，主要建议放在厨房使用。但是呢，新家已经有大创的折叠式厨房垃圾桶，来看看其他的用法。像是原本安排挂在洗手槽下方的门上，门板上有手把，原本还担心不能吊挂，直接挂在13.5公分的手把上，也完全没问题。但是这边想放置小一点的垃圾桶，放这个没有盖的小收纳桶，使用上大小刚好。虽然它后面挂钩宽度比较窄，但是很多地方也能使用。
如果要挂在容易有水的地方，记得选有洞的款式。原本大的这款，后来选择放在信奖的书桌区。一般抽屉门板宽度、开关都没问题。挂上之后呢，抽屉也能轻松关闭，以后再也不用跟它抢垃圾桶啦。然后是另外一个沙发，要配上考虑很久的桌子，安装上超级简单，看个人需求。有需要看书的话，装上这一根杆子，锁上螺丝就完成。使用上也很简单，从这个缝缝可以打开桌子。桌子有点重量，但是很稳，不会翻倒。开关处有一个磁铁会吸上，移动的时候桌子才不会打开。像是坐这种比较深的沙发，常常会坐姿不良。我是像这样。你在学谁看书？有了这个桌子之后，坐沙发姿势都不会歪七扭八。它还有2段是可以调整高度，像这样打开，里面有钩子，就可以简单调整高度。原本是新妈要拿来看书的时候使用，现在大多不是她的小书桌，就是床上游戏桌。不使用的时候，折叠收在沙发缝缝也非常方便。重量比较重，小朋友使用需要帮忙，免得夹伤手哦。里面超级推荐会想帮信奖回购的台灯，还有白天、黄昏、晚间、背光跟睡眠模式。另外一边还可以调整灯光强弱，还可以定时一次30分钟自动关闭的模式。这台跟了爸爸5年的台灯，就先给信奖使用。辛爸说他超满意这盏台灯，给大家参考哦。下一个是包装超级深的玻璃用品，洗干净是我们超划算的2用玻璃瓶。它第一个优点是可以整只手放进去刷洗跟擦拭，非常方便。拿来当饮料瓶的话呢，它只能装50度以内的水。虽然它很重很稳，但是没有盖子，开口很大，还是会担心灰尘异物跑进去。这次要来拯救我们家的龟背玉，来试试趁着夏天用水培发根。像这样放进去，等几周之后发根，再换土培，用不同的瓶子装，效果是不是加分许多呢？提供给大家参考。然后是令人意外，爸爸选的沙拉盆，担心妈买错，不同品牌的沙拉匙。沙拉盆呢，就是拿来装沙拉的，装起来呢，就是会变得很好吃的感觉哦。这次其实也有买一些小东西回来试试。像是 IKEA 的洗碗海绵跟特殊色封口夹，封口夹呢夹起来视觉效果非常好。还有买来试试看的打扫手套，然后很尴尬的采用第一次就被海绵挂钩给勾破了一个大洞。那最后再复习一次，拉平对折卷卷卷。信奖使用的是 S 的款式，套上项圈就完成。秒收包团购价台币299元起，真心推荐哦。这次 IKEA 的开箱，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？下方留言跟我们说哦。记得追踪我们的社群，才不会错过最新消息哟。拜拜。